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企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驻牛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议论好，各位朋友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国际的讯息，也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人就在中国大陆。好，那他当然也提出了一些跟中国大陆交涉的项目。我们来看哦，其实马克宏有请他邀请进入到2026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好，那这件事情哇，引发日本政府的这个焦虑哦，他们是请马克宏要谨慎考虑有关的决定，理由就是中国并未共享 G7 所倡导所谓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好，那这个时候就相对比较敏感，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跟日本现在的关系比较紧张。好，日本提出这个马克宏的谨慎考虑要求，当然也会被大做文章。好，那王毅会见了法国的外长巴罗，好，特别有提到说，中法同为二战的战胜国，好，应该共同的维护战胜的成果，绝不允许日本借台湾问题来生事，那重蹈历史覆辙。所以希望并相信法方能够继续理解并支持中方的正当立场。好，那王毅不只会面了法国的外长，他也会见了这个英国这边还有俄罗斯的官员，所以最近他的外交动作蛮多的，也是英法俄的这个官员。好，南韩表态不选边站那日媒这边怎么看？我们来看一下这北京说仍然是加大的力道攻势跟俄罗斯、英国、法国的高官来进行会晤。王毅上周2天内分别跟英国、法国两国来会面，那敦促双方共同的维护二战胜利的成果，那企图在国际舞台上面孤立东京，所以就有日本媒体认为说，中国大陆就是正在发动外交攻势，要孤立日本。好，那现在百度热搜一度也看到了这高市早苗的部分跑到了第2名。那这则新闻是讲说高市早苗盯上了中亚5国，什么事情啊？原来是2024原定在哈萨克举行的峰会。好，这个原本跟这个中亚5国要举行一个峰会，那哈萨克当时发生了地震，所以被推迟。现在高市计划要在东京重启召开跟中亚5国首次的首脑会议，所以大家就说这个动作显然就是希望透过高层外交来进一步加强跟中亚国家的合作，而且试图要透过拉拢这5个国家来削弱中俄在该地位的主导地位。好，那当然就很多人说恐怕只是缘木求鱼啦。有很多专家看得出来，日本的打算就是要分化中亚跟中俄的关系。好，那国际问题专家他就说了，打着人文交流的幌子来拉近中亚5国，但背后其实就想图谋觊觎中亚5国比较丰厚的能源跟资源，而且想要分化中亚5国跟中俄的关系，认为是缘木求鱼。那现在日本这边这个有网友说，他看高市早苗的有一些言论是看懵了，说之前高市早苗不是引用了这个晋级的巨人台词吗？说都给我闭嘴，全部投资在我身上就对了。好，那当然很多人对于晋级的巨人这有看就有懂。但是呢，这个讯息也就是这则新闻认为说，这日本网友觉得暴露了某一些的状况。第一个就是政策荒腔走板，他们的经济困境之下有点病急乱投医。再来是文化符号的误用这流行文化的理解建构性的缺陷，还有民粹主义的陷阱，也就是结构性改革的系统性回避。说若日本继续沉迷在民粹主义的表演，等待他们的或许就不是投资者的掌声，而是更猛烈的市场反噬，还有历史批评。那日本呢有一个东部欧亚论说元明清并不是中华。好，就学者批了，这是错误史观吧。好，这是2014年的时候，日本学界将东亚史的研究中心改为古代东部欧亚这个研究中心。
那代表人物就是杉山正明就说了，这个将元、明、清等朝代视为由蒙古帝国开创的世界帝国体制，这种历史认知的框架没办法看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不能充分的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错误的。好，日本学界一些人的推动去中国中心化的历史观，就可能会被政治力量给利用，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呢，现在在台湾跟日本的部分其实也有一些人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要当第48个日本的行政区啊？就有人在讨论说，是不是可以一起续约马关条约因为讲到了这个旧金山合约部分，有很多网友在讨论。好，那日本网友也有在讲说如果台湾真的成为日本第48个都道府县那因为我们的宪法并没有规定官方语言，所以台湾人你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你们原有的语言。我看到就觉得这跟现实很不符嘛。好啦，做梦可以，听听就好。好，但日本现在跟美国不是妈吉吗？好大的盟友，好大的哥哥，结果要反抗吗？因为说高市早苗现在支持率不降反升但是美国媒体这个国家利益是警告说，小盟友挑起的这个冲突从古至今都是终结超级大国的毒药。明面上日本是在挑衅中国，但实际上是把美国推到战争的第一线啊。那也看到了，包含这个丰田、通商，还有住友化学等等这种日本企业有9间，也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来提出诉讼，要求美国政府返还他们所支付的高额对等关税。所以我们刚刚才说嘛，现在日本竟然敢反抗美国好，那这个川普也点名日本说，有一些盟友长期的剥削我们，看到他讲说，包含一些盟友在内的国家，多年来一直占我们的便宜。然后他就说，我不会提到他们的名字，我不会提到日本，我拒绝提到韩国。好，所以说不会提到人家名字，但是就还是无意间的一定要讲出人家的国家名字。好，我们看到现在马克宏啊，包含了这个王毅跟英俄法都在见面当中，很多人觉得就是跟日本这件事情也有关系。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我们如果就日本现在有代表性的3份民调来看，共同社、读卖新闻，另外还有日本东京电视台以及日本的经济新闻，3份民调，高市的支持率都很高，甚至高到70%以上。可是，在民粹被鼓动的情况之下，支持率高又怎么样呢？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泽连斯基可以说风靡全世界。那时候在乌克兰的民调结果说，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90%几比今天的高市还高得多。所以民调高不高，我觉得并不重要。所以很多的日本的大佬们，其实心里也都非常的忐忑不安，因为他们觉得高市冲得太猛了，在日本根本还没有准备好，他的军事部署也没有完成以前，他就想要跟中国撕破脸，然后要挑衅中国，然后要让日本军国主义复辟。你这个野心表现得太明显了吧，你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忌惮你连美国都会对你高市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过去的安倍、麻生，或者是防卫副大臣的中山泰秀，他们谈到的集体自卫权的时候，他们都谨守分寸还知道说集体自卫权的存在是要由美国发动，日本跟随。2023年的美国 CSIS 那一个24个情境的兵推，里面也是美国为主日本是后勤补给可是高市在回答这个立宪民主党的众议员冈田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美国他只用日本的国内法安保法完全是美日的安保条约如无物，可以绕过美国，就可以发动战争，就可以军事介入。你说川普会不会对高市产生戒心？当然会吧。
马克宏为什么也有同样的感受？你知道，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前，那个时候，其中有个争议点，就是日本军阀已经进占了印度支那，就是越南，而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当时日本的首相近卫文女要去跟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要去谈能不能外交解决美日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对日本的禁运的问题。那个时候，其中一个焦点，除了要停止侵华战争以外，要撤军以外，还有一个就印度支那。所以马克宏心里，你当然有戚戚焉的感觉嘛。所以跟王毅一谈，双方就很容易谈得拢啊。好，那现在 G7 由法国做轮值主席，他当然想邀请中国大陆来参加，那这样子也可以为 G7 添光啊。而且美国川普也希望能够跟中国之间能够建立比较稳定的中美关系，来帮他解决一些困难。而现在日本又想要在外交战里面要突围，他去找上中亚的国家，你总得有诱因吧，有 incentive 吧？你究竟日本的经济对中亚的国家有诱因吗？有吸引力吗？中国在经营中亚五国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吸引中亚五国？就因为中国的经济好，让中亚五国对中国有向心力。早年的时候，俄罗斯搞欧亚联盟，对，所以日本还需要再更加努力。好，介大使怎么看这件事？其实现在的局势，国际局势，大家都怎么讲？都对既有的秩序是比较缺乏信心的。各国都在发展自己的怎么讲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那自己开拓自己国家的前程嘛。所以像法国，其实是走这条路子的老。就是说一老面孔了，戴高乐开始，这个戴高乐主义就是法国就要走独立自主路线。那他就因为独立自主路线呢，法国人虽然他的这个整个经济产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不断的下降，可他们找到他们一个自尊心，就法国起码在我们心理上，我们政策上还像一个大国，不随便以附任何大国跟大国集团。这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所以呢，其实这一点在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中国大陆希望这个世界秩序是什么？多元的一个国际社会，也就是不要被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整个垄断所有一切的这个资源也好，政策的走向也好。所以法国事实上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在欧洲大陆西方社会里面，可能认为还是有比较怎么样合作空间比较大的。所以2年前这个密特朗去了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是国事访问也是受到极高的礼遇。这一次密特朗也是受到极高的礼遇，而且他还带了大批的这个法国的这个产业界的这一些怎么讲呢？这一些头都去了，可见他是着眼双方的实质合作，那么也看好大陆这个市场跟大陆发展的机遇。在昨天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习近平主席见这个密特朗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他特别就讲到，他说大国，我们这些大国就要有战略眼光，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那等于就说把心里面对法国的一种期待也讲得很清楚了，摆在台面上讲。那也特别还提到，他说中国大陆的“15+5”计划里面有非常多所谓的目前各国跟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项目都在里面。那么他认为这也对法国来讲，他用了一个4个字，他说这也是一个机遇的清单，机遇清单，特别提到中法可以在航天、航空、核能等方面加强合作，而且呢，见完以后，那2国元首还见证了他们随行的官员有关的签了有关在核能、农业、教育、生态环境上面的很多的合作文件可以见就是说，其实法国基本上可以跟中国的合作中不但
获得大国的这种待遇，同时也可以获得很多实质的经贸利益。好，有明教授怎么看？我把现在大概已经将近1个月高市发言所产生的影响，我把它叫做右翼冲撞。高市他当然30多年来做议员，他其实很清楚他是保守派右翼倾向。他现在做首相，他的发言代表他的思维，代表他的布局，代表他的政策，但是呢，也代表他要冲撞一些东西，但也意外的他冲撞到他不想要冲撞的，所以他也就不断的在修正，在收回，但是呢，到现在一团混乱。他要冲撞日本自己本身的安保政策，他要去发展核潜舰，他要成为区域的军事大国，他要提升美日安保，他也想去冲撞现在越来越强的解放军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以及对于台湾议题的影响，所以他会担心这样子长久下去，日本可能会在这个区域失去它的战略地位跟利益，所以他冲撞这2个。但是呢，对中国大陆而言，你也冲撞了台湾问题，因为在台湾问题上，你过去是殖民国，你现在对台湾的问题指指点点，还暗示的可能直接派兵介入，所以中国大陆就非常的强力的反弹。那中国大陆也认为高市的发言后来这个越描越黑，想去冲撞中日的外交基础，就谈到旧金山合约放弃台湾，所以对台湾地位没有立场。那中日的建交是干什么？一场寂寞。所以你就看到高市昨天就回到了就是中日联合宣言，对于中国大陆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理解且尊重，就回来了。高市其实也冲撞了美国，因为看得很清楚嘛，川普在敲打高市，为什么呢？一方面，怎么可能？你可以跳过美日安保，自己单干派兵台海？那我要帮你解决后面的问题吗？我们美日安保是干什么？美日安保是听我的，你的安保法、你的存亡危机事态、你的集体自卫权，都是在支持我美国的美日安保之下。我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的？怎么你自己跳过我？所以他要敲打他。另外是，你难道还看不清楚我现在跟中国暂时休战的大方向吗？你真的是不太了解我现在的政策耶，所以敲打他一下。因此你就看到其实他要冲撞，但他真的冒进，所以被敲打，被中国大陆敲打，被美国敲打，他只好自己不断的退回修正。可是呢，他不愿意撤回，为什么？因为他有高民意，而且呢，他接下来真的想要修改非核3原则。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因为中日紧张的关系，其实解放军、共军这边当然有很多的动作。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是解放军秀肌肉，而且他是直接讲说要扫毒苗。好，苗这个自己是这个部分呢，就大家自己先想想是什么苗。好，但是他就发了短影音有8件大平台夸口碾压日本的自卫队。好，我们看到这央视发布的8艘大平台斩除一切毒苗的影片内容就带到说，这中国目前共有8台的航空母舰跟2栖攻击舰的画面。好，这个战机起降发射飞弹，还有快炮的画面等等。好，但官方对于毒苗的说法没有定论。好，但是毒苗是谁呢？大家应该这个听得出来，因为高市早苗嘛，苗有苗总不会是苗博雅了好，那看到的是这个军政评说，现在日本当前密集战争准备动作，公然违背了和平宪法第9条的放弃战争权承诺。好，方向一旦偏离了正确轨道，这前进的速度越快，就便会越逼近毁灭的深渊，否则再多的万能血浆也无法挽救日本在军
军国主义老路上的狂飙途径。好，万用血浆我去查了一下，也就是日本现在正在研发这件事情就是不管任何血液，用这个万能血浆就可以马上的为士兵来输血。那大家就认为这战争的讯息蛮浓厚的齁。好，那美国的空军有一架 F-16C 的战准战机在加州死亡谷附近的特罗纳机场坠毁。好，影片显示我们看到现场这个窜起了浓厚的黑烟。好，所幸这个飞行员似乎成功的弹射，并在降落伞的协助之下缓缓的降落。好，但问题就是海军现在是不是也可能被中国超越呢？因为美国的航母在中东空袭当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最近的成功掩盖了一些严重问题，包含的是型号老旧。那五角大厦不断的推迟了 FAXX 的研发。那白宫甚至表示说，美国的航空工业没有办法同时生产空军的 F-47跟海军新型的逆踪战机，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美国的海军恐怕要被中国大陆给超越了。好，那当然现在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到底算不算复辟呀？因为看到这个日本的防卫费连续13年都是上涨。2013年开始日本的防卫费预算持续成长，从 4.68 兆日元，那增加到2022年的 5.18 兆日元，那又计划在2023到2027年的这个防卫费总额要增加到43兆元。那日本时报说，日本最近不断的在增加国防预算，放宽本国企业的防务产业限制方面也是动作频频。那就看出来高市早苗的主导之下自民党跟维新会联盟都已经达成共识，也就是要计划废除禁止致命性防御武装转移的相关规则。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动作也不寻常，那再来这个也更不寻常，就是儿童版的防卫白皮书。日本这边正在开始发放当中，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发放。那像2400所的学校发放大约是6100册，招致日本教职员团体猛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不应该向儿童单方面的灌输，而且强化军事力量的政策。好，日本的前外务省官员也是认为不太好。他说这个举动在年轻一代会滋长好战，而且对外敌视的情绪，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发放的这个儿童防卫白皮书现在在日本是引发反弹的。好，那日本加速在西南诸岛要塞化那冲绳议员呢，他有讨论。我们看这读卖新闻报道说，冲绳驻扎登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的主力，那这个部队将继续的扩充编制，在2027年之前要升格为兵力大约是近4000人的第15师团，好，组建所谓的冲绳防卫集团，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岛屿的攻防作业。好，那政府呢近年来不断的强化一些这个军事的威胁。那冲绳这边的参议员议员就认为说，那你在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不断的强化，又增加了防卫预算，那又修订了这个安保3文件，要达到强军扩武的目的，他们觉得非常忧心因为很多人认为只要台湾有事，冲绳绝对会是第一道最容易发生冲突的这个爆点的地方。好，那北京日报旗下这个微信公号长安街知识则说，日本安全保障的政策最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因为通过渐进式突破，使得专守防卫的原则现在名存实亡。那以及防范中国的飞弹威胁，现在美军在加手纳空军基地也是战备加强，好，进行了快速修复机场的训练，还有应对这个陆飞弹的威胁，还有该基地除了轮调部署战斗机之外，还有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军无人机部队的作战中心，目前都由爱国者3型的防空系统负责防御，所以看起来整个战备是有拉升的。那美国的国家利益则认为说，东京现在的新政府似乎有意在印太地区发动一场重大的冲突所以这个日本的军事化行动虽然是防卫导向，却是很容易被中国大陆解读成是进攻性，所以潜在着就是大家最担心的第3次世界大战的隐忧好，如果是第3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产生的，
那离我们可是非常的近啊，大家也都非常忧心。好，我们看到了解放军发了短评，说要拔毒苗。先问邱毅委员。昨天高市在国会里面接受公民党议员质询的时候，他把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第3条把它念了一遍，然后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很多人说，那高市是不是收回他的言论了？高市是不是软化了？我告诉大家，没有。为什么没有？你要看高市其他的动作。刚才电视墙上已经告诉你几件事情。第一件，日本的防卫预算连续13年的增加，也就是从2013年到现在年年增加。而在高市当首相以后，增加的幅度最大，达到2%，占 GDP 的2%。大家回忆一下，2013年就是安倍晋三2进宫的那一年呐，所以高市所谈到的所谓的防卫政策，就是沿袭着安倍晋三一路发展过来的。第二个，大家过去可能都看过电影，有这么一幕。日本人呢拿个苹果告诉你，这么好吃的苹果哪里有？在中国的东三省有。然后老师就告诉学生说，所以我们要把东三省占领，你们才能吃到这么好吃的苹果。现在高市还有一些右翼分子，他做的是什么？他就搞出了儿童版的防卫白皮书啊。儿童是最纯真的，你把最纯真的儿童灌注进去军国主义的这个毒素，居心不良啊。所以怪不得很多的家长会强烈的反弹，这个做法叫缺德。好，那第三个，电视墙上也说了，高市很积极的在进行军事部署，在进行军事基地的整建。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与那国岛的飞弹基地。另外的被航拍图拍到的，在大隅海峡的门户，也就是西南诸岛的北方的门户，距离上海800多公里，纬度是一样的，叫做马毛岛，准备要建2条2000米以上的跑道，来供航母的舰载机起降的训练。而这一个马毛岛将来也会部署导弹呢。它目标对准谁？我说过了，它跟上海纬度一样，它离上海800多公里啊，800多公里啊。你知道它的目的何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所以高市没有道歉，没有改口，没有撤回，其实它代表的另外的一个居心叵测正在进行中。好，这大使怎么看？其实2次大战以后，美国是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和平国家，那可是日本人的自己认为他们是一个不正常国家，也就是和平国家是不正常国家。那什么样国家才算正常国家？你要军队能够出去侵略欺负别人才算正常国家吗？所以可是问题就是日本一直从这个岸信介开始这个早期就已经有这个就是反这个安保体制，反这个和平宪法的这个很强大的一个内在的力量存在，一直存在到现在，到了高市早苗，已经到了一个怎么样？它已经到了临爆点了。那我们看到日本其实整个国防预算开始这个增加，我们这边讲得很清楚，2013年就开始一直在往上增加。那一个和平国家要那么多国防的预算干嘛？对，其实很多人跟日本人劝告日本人，就是说，其实你走和平国家，你的国家更安全。你如果要走军国的话，其实你的国家更不安全。可是日本人听不下啊。那这些为什么会日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根性呢？我觉得基本上就跟日本这个国家他们有一种先天性的不安全感。
就是他今天到了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以后，他会发觉哇，我这个石油不能够，我的石油几乎都靠这个外面运进来，我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矿产我都是靠外面，所以呢，我永远存在不安全感，随时人家都可以断掉我。那你要怎么让你这些供给安全呢？其实美国当时就告诉你维持和平，大家不会不给你的。可是现在日本就还是维持到他们传统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我一定要有能力确保我呢得到那些天然资源。那怎么样呢？就是把力量往外扩张啊。那日本这个民族，说实话，岛国民族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再加上日本的封建传统，上千年封建传统。第一个，它人民服从性几乎是盲目性的服从，然后呢，团体意识很强啊，完全的集体主义，然后它的民族主义呢又非常的纯粹。那第四个呢，他对他二战的罪行完全没有反省感，没有耻感，所以日本今天再走军国主义事实上绝对会走到他过去2次大战前的那个老路，不仅是对亚洲国家的威胁，而且是对世界的威胁。所以呢，我想你现在看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反对，很多国家会陆续跳出来反对的。好，游明教授，日本在上个月在整个全球经济的排名，它掉到第5名去了，因为印度已经超越日本。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印度是4兆3千亿，日本来到4兆2千亿。不过这个当然跟汇率有关，也跟实际的经济的发展其实也有差别所以日本并不是那么担心。可是美国是作为今天的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也算经济大国吧。可是中日之间在经济上，一个是21兆，一个是4.3兆，你就知道这个差异多大。那另外，日本算是军事的中等国家，真的要这么说。虽然他的保守派人士一直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一个区域跟全球性的军事安全大国，帮助美国，但是呢，它事实上差距很远。那因此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整个预算，第二个呢就是它没有核武，没有核武，这个是日本在战后一直以来因为唯一遭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所以呢，它在战后整个这个叙事的论述当中是一个比较好像受到原子弹核武这种攻击，然后呢空袭轰炸的受害者。因此，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因为美国进入到2战的时候，把日本保护得很好所以呢，没有需要求他面对任何战争或者是过去历史上的这种全面性的这种反省，像德国一样。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初对新加坡进行屠杀的日军第25军，2个，一个是军长，一个是作战主任。那个军长被美军逮捕，在1946年被美军的马尼拉军事法庭判刑死刑绞刑。但是那个作战主任逃过一劫，回到日本，结果1952年当选自民党这个就是众议员。所以你就看到，一直到1968年他才过去。所以你就看到日本在对于战争的问题受到这些影响其实很深刻，而它的很深刻的和平主义，我觉得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底层。所以这次的高市冲撞，他最希望能够去最后完成非核三原则的这个更替，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做法。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近在国际上面大家除了关注中国大陆跟日本之外，也很关心中美之间的状况。好，但因为这2方看起来是稍微比较缓和，
好，大家就说了，中美之间算是休战了吧？好，我们看到黄豆现在这个美国受益了。好，因为这个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他就讲说，中国正在按计划履行他们在美中贸易协议下的承诺，包含购买1200万吨的大豆，而且预计这些采购将在2026年明年的2月底会完成。好，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施压关税就已经取得了实质的成果。好，那这当然要大力宣传呐，因为美国的大豆可是这个很多农民心中最软的那一块，那当然也是川普最软的，所以明年期中选举就看大豆了。好，那美国的这个跟中国大陆的交易回温中所以美国大豆重返中国，说至少有6艘的货轮排队装货当中。那另外除了黄豆、大豆之外，还有就是稀土备战。现在美国希望降低对中国大陆依赖虽然一方面跟中国大陆交好，但是一方面也在开发新的技术。他们呢是因应中国的主导地位跟出口管制那希望考虑从火力电厂的煤灰来提取稀土的元素。那加州大学也会开发一个新技术从矿山跟工业的流程当中的酸性废水当中来提取稀土的元素。那欧盟这边也是有提出一个行动的计划，希望能降低中国稀土的依赖。他们是希望能够结束对中国这个依赖，原因就是内容想要推动的是欧盟加速联合购买关键原材料，包含稀土，那加快在欧洲的生产跟回收，那也要跟可靠的伙伴合作，并结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那现在中国大陆的外交算是还蛮丰收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蛮多人到中国大陆去我们看到马克宏现在就访华了嘛，所以呢，在今日头条上面热搜排行榜第1名就是马克宏抵京后发文说很高兴。然后百度热搜的第1名也是马克宏说他有发文。那马克宏到了北京之后，大家看到了是这个为了回应2024习近平对法国的回访，而且就双边关系跟多项国际议题举行会谈。那这个阵容非常大这随行的代表团有超过80人，那包含的是多位部长跟35名跨国企业的高管，那也凸显法国对这个行程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对大家来看大家一到的这个国家就会先注意谁来接机。好，谁呢？就是王毅马克宏西夫人抵达了这个北京，那就是王毅亲自在机场握手迎接，那也显示出对马克宏的重视。好，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不管是今日头条或是百度热搜，都第1名是马克宏的发文。好，我们来看看他发文讲了什么。他说，北京很高兴对中国进行第4次的国事访问，在北京和成都的这3天法方将跟中方讨论世界迫切需要的和平还有经济的议题。好，那这已经是马克宏第4次的来访问中国大陆，所以学者也有一些剖析说他到中国会有3大议题。那第一个就是经贸合作，那除了航空领域合作之外，也会推进农产品的贸易。那再来就是中国大陆跟法国之间的人文交流，那可能涉及的就是猫熊外交。那第3就是因为在明年 G7 的主席国就是法国，所以也会谈论到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等等的议题。好，那除了法国，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英国也有跟中国大陆正在进行蛮友好的相处。我们看到就是英国首相施凯尔他上次访华已经是2018年的文翠山那在这段时间这马克宏已经2次的到访中国，德国领袖也有4次。那如今呢，马克宏已经是第4次访华进行国事访问，所以前保守党的政府怠忽职守，任由2国关系恶化。他说是时候采取严肃的态度了。那施凯尔在伦敦市长的晚宴就告诉来宾说，这要维护英国的国家利益。路透社则说，工党政府上台之后，至少有4位内阁大臣访问过中国。那施凯尔是准备在明年就要访问北京。
那也据报说，英奎就是这个英国的首相哦，是在1月会访华，那可能会受到中国新大使馆的计划影响行程，还会有一些变数。不过，英相强调不为贸易牺牲国安。那中国大陆学者认为没有主见，一下对中国大陆热，一下对中国大陆冷，根本是紧跟美国。好，我们先看到了中美休战，然后再刚刚讲到了马克宏访华的议题。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我们有句老话叫做“本固则邦邻”。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外交成果丰硕，各个国家都抢着要到中国大陆来报道，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找到商机，找到市场？那为什么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成果有限，产生了现在高市心中的忐忑不安、不安全感越来越浓郁？道理很简单嘛，因为本在哪里？本就在于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好不好。你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好，中亚5国就自动向中国大陆靠拢。经济好的话，美国为了要让中国大陆能够买它更多的大豆，好解决它中西部农业州目前大豆滞销的困窘，所以当然整个本就达成啦。本好的话，那自自然然外交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面就可以丰收嘛。那日本的情况呢？那正好相反了。日本的经济好不好？前几天日经股价大跌1000多点，为什么？因为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日本的央行在12月19号要大幅升息。为啥升息？因为日本的通膨很严重，生活成本提高，民众痛苦指数越来越大，所以要升息来压制通膨。而且升息还有个目的，日元贬得太凶啊，造成资金外流啊。而资金外流的话，很明显的，第一个冲击到什么？第一个就冲击到你的股市跟你的房地产市场。所以这时候就会采升息的做法，可是你采升息的做法又糟糕了。日本有多少的债务？它的债务在 GDP 的比重是263%呐，你马上有大量的利息支出出来，财政赤字。高市讲，他要采取扩张财政政策救经济，怎么救？对，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都在跟他一起合作，这个是有没有什么政治讯号？谢大使。对，其实这个贝森特他前一阵子啊，就是最近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主席这个11月24号通了电话以后啊，那贝森特就出来接受访问，25号他就接受福斯公的新闻访问，他说目前美中两国休战一年。那接下来呢？他说，元首外交是引领两国关系最重要的这个因素。他说明年两国元首至少会会面4次，然后这4次会让这个关系就相当的稳定。而讲到大豆的话，其实这个是现在川普对跟中国大陆关系里面对他最重要一个因素。除了大豆以外，还有什么？还有稀土。那这2个是掌握在中国大陆手里面。现在中国大陆，川普一共今年跟习近平通了4次电话，4次电话，有2次都是谈大豆跟稀土。那中国大陆事实上在这方面，对中国大陆都是也不能说举手之劳，都是可以很轻易就达成的。那可是这个大豆现在往美国向美国买，源源不断的向美国买啊。那当时还有很多人因为要看衰川普，说你又被那个大陆耍了，所以你要大陆根本没有买。其实我们知道是调船的这个调的问题，还有中国大陆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内部的作业情况，现在看起来是买。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就是什么？就是事实上大陆等于在帮川普顾他的选票啊。这个对川普来讲是怎么讲？是政治上意义远大于他个人的政治义务，远大于其他因素啊。因为他的铁票仓
都是在这些大豆产区，每一个州都是，里面不只是有怎么样，有这个是州长跟联邦2个参众议员，大部分的联邦众议员都是共和党的州啊。这些州如果说因为大豆农产品滞销的关系，选民转向民主党的话，那明年底的这个美国的期中选举川普就可能共和党失败。如果失败以后呢，川普就唱不了戏了。他这个什么 MAGA， 他什么美国第一，没有美国国会的支持，什么都做不成，而且国会开始清算他。所以这个对川普来讲是极为重要。他多次打电话找习近平主席谈的就是这个，那大陆就给他了。然后现在稀土大家都慌，可是美国现在不太叫了，欧洲现在紧张了，日本也紧张了，因为不管你说这些很多国家正在找稀土的这个来源或者什么样，其实稀土本身不缺，大家都有，可是问题在那个精炼的技术，精炼的技术，提纯跟精炼的技术，你要取得这个技术的话，通常说不是3-5个月，也不是3-5年，所以那个需要很长时间。那这个时间这个过程中的话，基本上对这些需要稀土的国家它是无解的。那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杀手锏的话，那它的效益起码有3-5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3-5年时间，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约制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对手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说，如果中美休战1年的话，恐怕美国还来不及哦。永明教授，我们看过去这2个月一个很清楚的国际局势浮现，那就是中美激兔2强体制，而且形成了一个国际的多极，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在就是非洲，在中东，在拉美，各自都有区域的这个大国。可是以中美为主轴的大国权力政治就很清楚。高市发言这一次就验证了一个事情：你不是大国，你要去挑战大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你就自不量力，你就会被全面的压制。而另外一个大国，你想要去请他伸出援手的时候，他会说你搞不懂清楚情势。狗怎么可能会，尾巴怎么可能会去摇动狗？所以他就来敲打你。高市不断的在修正，不断的在改变。什么原因？第一个，川普敲打很清楚嘛。川普认为你怎么会跳过我，直接去想要跟中国开战？然后呢，你搞不清楚，我现在跟他休战，我要他的大豆，我管你什么这些权力危机事态，你太假设性了，赶快修正。那第二个原因是日本的经济，他当然了解到你现在4.3兆，然后呢，你又量化宽松，你基本上其实任何对你日本经济的影响都会有中长期的效果。所以日本方面的经济的团体军团联，还有一些日本的经济评论家其实都对高市的发言是很不谅解，觉得太过于冒进，看不清楚现在日本的经济的情况，看不到未来的情势，只看到民粹，只看到民调民调拿到外交政策没有用，别人不理你嘛。那第三个就是他没有想到他的发言影响到中日关系。那第四个是，国际外交也开始在针对他，俄罗斯针对他，然后呢，法国又现在马克龙正在北京又强调一个中国原则，这个话你听不懂吗？他就告诉你高市，我们现在大家都在G2抵制之下，然后呢要去跟中国、跟着美国和中国大陆重修关系，能够让这个比较稳定的局势出现，处理一些像俄乌战争的问题呀，像是委内瑞拉，美国现在这怎么办呢？你怎么会在你跟中国大陆之间把这个历史恩怨拿出来炒一炒？实在是没有什么料对不对？而且炒出来的东西大家都觉得恶心难以下饭呐，因此都跟你保持距离，要不然就直接就批判你。所以你就看到是高市的这个发言，他自己就不断的修正，但他不愿意撤回，他就是不愿意撤回，因为他支持率高。这就是你看到现在民主选举制度国家里面的政治人物这种民粹化、剧场化、